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自9月份以来各类资产的一个走势。那以前呢，我一直喜欢说市场呢就像一台天然的人工智能机器，那所有的信息呢汇聚于此经过众多的交易者的判断、博弈，最终形成价格的走势。那最终这个价格的走势呢，会为我们指明市场的演进方向，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市场它不会说谎。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9月份以来各类资产的一个价格走势我们共同呢发现一些规律，看一看市场给了我们哪些启示。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全球主流股指9月份的一个表现。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选取了这个中国、美国还有欧洲的法国、德国、英国的一个主要股指的走势。那可以看到全球股指呢，自9月份以来基本都是下跌的一个表现只不过有的跌的多，有的跌的少。在全球的主要股指里面呢，重中之重我们还是关注中美两国的股票市场。那美国的总市值呢，大家知道，截止到8月底呢，有38万亿目前市场呢有所回落也在35万亿的一个水平。那 A 股的总市值呢是10万亿美元的一个水平那中美两国股市的总市值加起来45万亿，基本占到了全球股指这个市值的一半以上的水平。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的这个股市的情况。那大家知道，自3月份以来疫情以后，美联储的一波放水这个资产负债表的大扩张，这个美国的股市都有一波非常大的一个涨幅尤其是以科技股为主的这个纳斯达克板块涨幅非常大，接近翻倍。那我们看一下这张图，那这张图呢是美国总市值比 GDP 的一个比例。那巴菲特呢非常喜欢用这个比例来衡量这个股市是否有泡沫，或者说泡沫化的一个程度。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截止到现在，这个美国的总市值比上 GDP 它这个水平呢在173%，那最高的时候呢到过179%。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图上，在2000年当时纳斯达克泡沫最猛烈的时候、最剧烈的时候这个比例呢不过也就是在150%那现在呢是已经远远超越了那个水平。那一国股市的这个总市值比上 GDP 呢，其实就是它这个股市的这个资产证券化的一个程度那我们中国呢也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比例呢比较低中国的这个比例呢在70%一个水平。但是你并不能因为就是说中国这个比例比较低就觉得中国的这个股市的市值还有很大的扩张的空间这个原因呢是因为中美两国的股市的这个融资中美两国的这个融资的方式呢高度不同美国呢主要是以直接融资为主体这个非常依赖股市的融资还有债券的这个融资。那中国的呢，它主要是间接融资为主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中美两国的融资结构的不同，所以没有直接可比的这种可比性。好，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国这个各个指数的一个表现情况那我们先看一下中国的这个上证指数、深证成指还有这个创业板指数的一个情况。那我相信呢，在市场里面操作的这个朋友们最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操作难度非常大其实这个中国的 A 股自7月份那一波上涨以后一直在一个这个横盘的过程中，其实这个就已经非常难做了你看着好像指数没怎么跌，但实际上有2/3以上的个股都处于一个阴跌的过程。那我们呢再看一下这个成交量我们成交量是非常有指向意义的一个指标我们经常说量在价先。那可以看到 A 股的成交额，这个成交额呢是持续下行。那在最高峰的时候7月份呢是达到了1.6万亿大家可以看到有那么几天，后面呢这个成交额呢可以说是每况愈下直到这周五的时候，这个成交额已经下降到只有5600亿人民币的一个水平那这样低的一个成交额呢明显是很难维持或者推升中国 A 股的一个行情的。那我们再看一下近期的这个北向资金的一个流出趋势。那可以看到自8月份以来一直到现在，基本呢大部分时间是流出的这个绿线明显比这个红线要多得多。那大家知道节后呢还有几个大型的这个 IPO 就是要上市要吸取。你比如说这个蚂蚁集团的估值呢，市场目前是给它2000亿美金的估值，它上市呢是发行10%的股份差不多就是融资金额在200亿美金左右也就是1000多亿吧。还有金龙鱼要融资139亿，还有这个吉林汽车这个吉利汽车估计是预计融资200亿还有京东数科大概也有200亿，还有这个中金公司这个也是 AH 股两地上市，差不多240亿。反正这些七七八八加起来差不多就快2000亿了。那目前 A 股呢我们可以看一个表，就是最近这个10年A 股 IPO 募资金额的一个统计。你可以看到这个2020年截止到现在
这个IPO 首发募集资金呢，已经达到3404亿啊，这个金额已经不低了，对吧？然后再算上下半年刚才我讲的那几个大型 IPO 啊，加起来那个融资金额啊，可能会达到将近6000亿。那我们可以看到 IPO 这个融资的上一个高峰呢是在2010年，对吧？当时4万亿一波放水以后，这个10年的上市的一个高峰啊，不过也就融资了4856亿啊。那这一次呢，肯定会创出 A 股 IPO 募资金额的一个历史记录。好，这个是A 股和美股啊股票市场跟大家讲一下。可以看到整个自9月份以来啊，就是不光9月份，其实从8月份啊，整个有些股市啊，这个全球各国有些股指就开始已经走弱了啊。那整个9月份呢，就是这个趋势就更明显啊，全球的各大股指基本是下跌的一个趋势。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大宗商品啊，我们看2部分，一部分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黑色系的，就是铁矿石啊、螺纹钢这些啊，我比较关注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基建呢是拉动中国经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啊，就是这个投资啊、出口、消费啊，这个投资的拉动效应非常强，而且中国政府呢，包括中国经济呢，也非常依赖这种投资拉动型的这种模式，所以说我们就要看一下。跟这个中国基建投资，包括房地产投资息息相关的2个大宗商品，一个呢就是铁矿石，还有一个就是螺纹。铁矿石呢，我们可以看到自9月份以来呢，基本也是开始进入一个下跌的趋势。螺纹呢，同样也是下跌。那这2个品种呢，自3月份这个疫情以后央行放水以来，这个涨得也是非常流利涨了一大波。那到了现在呢，随着这个放水的边际效应的递减它们呢也开始走向一个缓慢的下跌的趋势。那这个呢就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个可能预示着后面的基建和房地产的力量也开始转弱。好，我们还有一个指数呢，很多朋友不太关注就是这个沪锡指数，就是这个锡可能大家不太熟悉这个小品种。那这个品种为什么我比较关注呢？是因为这个锡它有将近50%-60%它用在这个电子产品上面。那这个锡的这个金属价格的走弱，往往代表了这个消费电子消费电子这块整个市场的一个萎靡或者说消费电子市场终端的一个萎靡。所以这个锡这个小金属呢，我也比较关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当时在3月份的时候下跌也非常的猛烈这个一路看跌到将近只有1万后面这一波反弹又到了15000结果这几天呢又开始走弱。所以说这些黑色系的金属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小金属呢，也值得我们关注它们的价格走势呢，往往能反映出宏观经济的一些情况。好，这个是金属黑色金属和锡。接着呢，我们再看2个稀有金属一个就是金，一个就是银。那关于金子呢，我相信大家一直呢都非常迷信或者说非常相信它的这种避险作用包括在这个7、8月份的时候也走出一波凌厉的走势很多朋友也问这个黄金能不能买这个黄金好不好甚至在这个高点的时候追进了上去。那黄金呢，明显这一波回调也是比较出人意料的，很多人想不到从这个2089这个1盎司回落到了1851这个1盎司回落幅度也挺大的。那黄金的这个回落呢，其实是跟这个我们来讲，就是其实跟股票市场其他的大宗商品的回落它其实背后的原理就是背后受到的这个驱动因素是一样的，都是跟这个全球信用货币或者说这个放水效应的边际效应递减相关的。随着这种放水效应，全球央行放水效应的这种衰退不管是贵金属、稀有金属还是这个大宗商品的黑色金属，包括原油包括股指，它们都会呢走向一个价格的萎靡乃至下跌因为黄金的这个锚定物它是美元，对吧？这个美元的走强大家也看到了，接着下面一会儿呢我也会给大家提到这个美元的走强呢，随着流动性的收缩这个放水效应的这个收缩，所以说黄金和白银呢下跌的也比较惨。那大家可以看到白银这一波呢是从29.9美元1盎司呢下跌到22.9美元。那关注白银的朋友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这个品种自10年以后有10年没有过大的行情了上一次大的行情呢还是在这个08、09年，就09年4万亿09年全球央行一起放水的时候那一波的行情，从8.4美元1盎司涨到了这个49.8翻了大概6倍吧，将近6倍的一个水平大家可以看这个图，这个非常
大的一波行情啊。当然，这个09年、10年4万亿的那波行情，不光是这个白银了，各种大宗商品啊，各种股市啊、资产啊，都是翻了很多倍啊，也是非常浩浩荡荡的一波行情啊。当时在09年的那个背景下，那大家可以看到，自这个09、10年以后啊，白银一路就是走入了这个非常萎靡的态势，几乎没有什么行情。那在3月份的时候呢，还跌穿了这个非常低的一个价格啊，还跌穿了那个平台，一路跌到了11.64美元一盎司。那在美联储全球央行的这个刺激下啊，这个凌厉的反弹，从11.64涨到了这个29.9啊，相当于翻了3倍。那我相信呢，随着这个放水效应的衰退啊，边际效应递减，那个白银的回落的这个走势呢，也会非常凌厉啊，白银的下跌呢也会非常凌厉。好，最后呢，我们就说这个美元指数啊，美元指数呢啊，我们可以说是王者归来吧啊，这个美元一涨呢，这个所有资产基本都是跌的，对吧？美元呢变成了真正的避险资产啊，避险货币。那很多人呢会说美国政府啊负债累累啊，美元的放水呢透支了美元的信用啊，这个觉得美元呢应该是持续下跌的啊，或者说美元应该跌得更深，跌得更多啊。但是我们需要深刻反思的是什么？恰恰反思的是美联储这一波从4万亿到7万亿啊，将近3万亿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大扩张，那带给美元指数的下跌呢啊，这个从目前看来这个幅度并不大啊，虽然从103最高点下跌到了91.74啊，但是这个幅度呢其实并不是很大啊，相比于这个美联储的放水的这个规模，那我们恰恰要反思一下，就是说美元的下跌幅度为什么如此之小啊？这个美元的放水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但是它的下跌幅度呢为什么是如此之小啊？如果这个美国的信用真的是有一个崩塌的风险啊，或者说美元的这个受到全球的这个信用接受度啊越来越低的话，那它走弱的幅度呢，应该来说是远超于此。那最近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美元指数从91.74呢开始反弹啊，一路呢就反弹到94啊、94.4啊、94这个水平。那这一波的反弹呢，恰恰伴随着就是全球各类大类资产的下跌啊。前面我给大家也讲了，这个全球主要股指的下跌，全球各类大宗商品的下跌啊，包括稀有金属、黄金、白银的下跌。所以大家从这些价格的趋势里面，已经明显的可以感受到啊，全球的避险资产，可以说是啊，美元是当之无愧的王者。好，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张图啊，这张图的背后呢啊，也是可以揭示这个我们整个市场这些年运作的一个规律和一些模式吧。那这张图呢，反映的是全球债务和 GDP 的一个比例啊。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的危机啊带来的都是债务的迅速膨胀，当然呢，也带来了这个全市场的这个上涨的机会啊。中国有句古话啊，就是危中有机啊，危机啊。那确实呢反映到了这08年以后这10来年的这个市场发展之中。那大家可以看到，第一次危机啊，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那在那次危机中呢，整个全球央行迅速的扩张啊，迅速的放水，那也带来了全球各类资产的迅速上涨的行情。当然了，这个债务比上 GDP 的规模啊，也迅速的扩张。大家可以看到，从200%的水平啊，上升到220%、230%的水平。然后接着可以看到还有欧债危机，对吧？欧债危机呢之后呢，全球债务比 GDP 的水平也在上升。然后15年呢是中国的那一次啊非常危险的这个周期类资产的硬着陆啊，就是接近硬着陆。后面我们通过这个涨价去库存，通过大量的放水啊，通过这个增加杠杆的这种杠杆水平啊，我们摆脱了那一次危机。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在15年的那次中国的这个周期资产的硬着陆风险过程中啊，这个我们的整个全球的债务杠杆也又继续推升了一个水平。然后接着呢，就是这个18、19年的贸易战啊，贸易战之后呢，债务水平继续上升啊，一直走到今天3月份，全球罕见的这种疫情的到来，全球央行联手又来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放水，而且这次的斜率比以往都要陡峭的多。那这一次呢，美国这个股指的反弹，大家也看到了啊，微型反弹的幅度，这个还有这个速度非常快啊，所以说这也是这次放水啊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惊人的效果。好，那今天呢我就先分享到这儿吧，然后欢迎大家关注蒙面财经啊，参与我的直播互动。那在直播互动中呢啊，我们会
讲一些更多的市场的一些规律和市场的一些表现以帮助大家呢在这个波谲云诡和动荡不安的市场中呢我们共同把握机遇趋利避害。那好，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